Hello， 朋友们 ，Unique， 这是 Unique 吗？你看我刚刚加了一个 Negative Prompt， 前面我们是没有加的嘛，然后用的模式也是不一样的。那现在加了之后，没有人物咯，没有动物咯，没有那些奇怪的色调，比如说像我们刚刚前面这个 Unique， 它出来就是比较感觉有点朦的感觉，有点稍微灰暗一点，对。可是我们加了一个 Negative Prompt， 就是我们不要有那种感觉，结果它出来是一个完全不同。我现在很好奇，如果我用 Creative 再来一个，会是怎样？好，我们先看一下这几张，好看吗？如果用这个很有未来感的戒指，超酷的。我觉得如果一个那个科幻电影里面的那个灭霸响指，可能可以戴的就是这种。来，我们把这个款式记下来。有时候 AI 就是这样，好看的不够真实。我们如果用 Creative Mode， 同样的 Prompt， 同样的 Negative Prompt， 同样的这个 Model， 只是在不同的模式。因为你看它这个 Model 下面它有这么多个小分类有这种动漫风格的呀，然后创意的呀，比较 dynamic environment, general illustration, photography， 就是各种所以 3D 大家记得了吗？ 3D 功能对会出来这样。你看我在创意的这个模式之下呢，我即便我的那个 negative 里面有说我不要人物，它还是给我出来人物了。我们来看一下这几张，是好看的。然后这张也很好看。这个你看很特别。当然啦，用这样子的 prompt 的问题就是有时候你不太能有，就像我刚刚说的，像抽盲盒一样，对。所以如果我要创作一整个系列的话，我不一定会这样去创作，但有时候我会觉得，就是用这样去生出一些你想象不到的东西，蛮有意思的。然后呢，我们现在看看用 environment， 就是环境模式了。这个通常蛮适合用来就是设计场景的。然后就是如果你希望一个画面里面，就是比如说主要是以一个场景为主的话，不是人物为主的话，你选这个就可以保证它是场景。当然你的 prompt 里面最好也蛮明确的，就是在描述一个场景啊。OK，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现在图片出来了 ，really nice， 确实就是场景。你看从 3D 模式到我们刚刚的创意模式变成人物嘛，从戒指变成人物，现在变成真的是场景。这个很像什么古堡之类的，很有未来感。感觉当然不是存在于这个世界上的，可能是什么动漫里面或者是外星球吧。Unique， Unique， 好。我发现啊，就是很常出现这个吊灯。你看哦，我现在去开我之前的作品。好，我们快速的往下，再往下，我知道大概在哪里。Hello Barbie， Hi Ken。好，这个吊灯有没有跟这个吊灯同一个厂家产的？但是当时这个 prompt， 我们来看当时这个 prompt 是什么？那个 prompt 完全没有写到 unique 这个字啊。然后我们的 negative prompt 是不要有 ugly 的东西，对。So let's continue。我们来换下一个成语。刚刚是独一无二，对不对？我们现在来看看数一数二。好，不要 negative prompt， 然后我要改成 creative。Dream Shaper 7 Go。数一数二，数只最多5只，所以我们就看看它会在那个出来什么样的盲盒。对，我们一次有4个盲盒。
我们扣除的是37个点数。果然有没有非常中国风出来了？所以很显然，这个 AI 有辨识到这是一个汉语拼音。那它到底知不知道这个意思是什么呢？我们来看一下，数1数2，很特别的一个山水画，然后上面有好多人的签名是怎样？还有印章哎，天哪！我们来放大一下，这应该是他一定是参考了什么古代名家的话，对，然后一看到那个汉语拼的英文，他就想说啊，这个是中国风，然后啊，中国风出来了。好，我们来看下一张，不自觉的卷烟儿，好，旁边有很多花，然后我们这个草也长在头上。下一张，下一位选手请登场。眼神不太好使啊，我要把它放大一点。OK， 我们可以看到呢，这个画家的名字叫做跨龙博，中国古代的民间故事跟传说融合的山水画。下一位，我们可以发现这一位的长得其实跟刚刚那位是类似的一张脸哦。我们来看一下刚刚那一位，对，其实是很类似的一张脸，只是他的微唇半开来这样子露出2颗小门牙，然后头上一样是花丛间的姑娘。好。那我很好奇，如果是 3D 模式，你看哦，刚刚我们用那个 3D 模式的时候是已经是用 unique， 其实它是一个完整的一个英文单字嘛，所以我们现在用的是一个拼音数1数2，然后下一章我也想好，我们要给它加一个 negative prompt， 多一点 prompt 的影响好了，然后contrast boost 不要那么多了，刚刚已经够多了。然后 resonance 就在一个 good balance 好了，这也太数1数2了吧？我觉得这叫独一无二啦，这应该是独一无二的奇怪的耳环，不是奇怪的戒指吗？这怎么戴？你看不出来它到底是什么东西，也可能是一个烟灰缸，对不对？可能是一个烟灰缸。OK， 高级哦。哦，不是，你看，换一个角度的另外一个它，下面应该是空的。对，所以它要么是一个镯子，一个手环，一个镯子，有神奇力量的那种。真的是灭霸响指的加强版啊！灭霸手环。我们今天这一集呢，今天我们的出发点就是要用成语来做图，包括成语的汉语拼音，还有成语的英文，它的英文意思讲解。如果用它来做一张 AI 图，会生出什么来？我很好奇。然后这个很特别，你看。其实就是为什么我会这么做呢？就是因为有很多东西它出来是你用一个很认真的角度去想出一个很认真的 prompt， 不见得会出来的。就是你要去写一个什么东西，你可以写出这个玩意儿。对，你告诉我。所以细节藏在创意中。好吧，这个 3D render。真的出来的，我觉得我发现他们都是会有这个很 3D。首先，它就是一个 3D 的东西，还有一个立体的东西，对，然后很有光泽，因为我们第一个是有 negative prompt， 第二个是没有的。然后呢，我现在很好奇，又很好奇了，好奇宝宝。好，因为现在 Leonardo AI 它有一个 beta版本的 Photo Real，OK，Photo Real 顾名思义，给你更逼真的相片效果。好，我们把它的这个 depth， 就是它的这个广度再展开一点，展到极限。然后你看到它这个时候呢，在
Photo Real 模式里面是没有 Negative Prompt 的，所以我们不需要 Negative Prompt。然后这里的 Contrast Boost 我觉得可以到14，好，然后我们来看会出现什么。OK，Let's see。Totally 就是一个在那个古装剧里面的演员出来了，他是谁呢？你认识他吗？他们用 AI 生成了一张眼袋很深的脸。其实我也常常长这样，就是如果你要生成什么剧照的时候，有没有？来，数一数二的英文是什么呢？ The best considered among the best， 好当中又更好的人，好还要更好，数一数二。好，那我们也同时用同一个模式，让它同时来生成。然后呢，我会很好奇，如果把 Contrast Boost 调小一点 ，OK， 然后我要回到我的 Prompt Magic， 是这个 3D Render 会出来什么 ？OK， 我们来看看这个 3D 效果。之前这个非常古朴风的这个古装戏，非常真实的一张脸呢，我们可以看到它是完全不带修饰的。不带美颜的，对，越真实有时候反而越完美。好，我们来看看这一组，还记得我们的 prompt 是什么吗？ The best among the best, consider among the best. OK， 哇，其实这个图片我之前有生过一组类似的，我很怀疑当时我是用什么 prompt。OK，let's go take a look。来，我们来看看之前是这个吗？不是，Barbie， 快到了哦，有，是这个，一点点像的。当时的 prompt 这一张的 prompt， 哇，好多鸟儿。OK， 它的 prompt 是这样，当时的 prompt 是这个样子，可是跟我们今天的 prompt 完全不一样，所以它出来的还是不太一样啊。这个墨镜女生，我很好奇她墨镜反射出来是什么画面，我们来看一下。后面很多这个灯笼 ，Creative Mode on Photo Real Mode， 应该说Creative Photo Real 下面的 Creative 模式。接着我们看看同样的 prompt， 但是我们换成的是剧院模式，就不是那个创意模式了。你看它出来的就是它这个模式，它想要给你的就是好像一个很真实的东西，对。当然有时候比例会有点失调啦。你看这么大的相机，正常吗？但是它还是把它做得很真实，你知道。就是在这个模式下，你可以不用担心它出来的图片会太有创意，然后或太跟真实脱节。什么叫跟真实脱节？我们来看后来的这一组，同样的 prompt， 我们换到了Dream Shaper 的 3D Render 模式下面出来，变成这个样子。OK， 我发现 3D Render 它出来这里。下面就是下面这个都会是这种晶莹剔透如水晶般，现在应该还不存在于地球上的一个戒指。对啊，做成项链也会很好看。这个颜色实在是没话说。动漫模式看一下会变成什么东西出来哈。然后我也很好奇 Illustration。我们在上一个版本的 Dream Shaper 当中，第6代当中看一下，现在是到7嘛？对，这里你可以看到是所有的预设的几个模式，然后可能有几个是我从他们那个网页上面加入进来的，然后有一个好像是我自己设置的。我们来看一下 Anime 模式下 ，Anime 日本动画模式下，真的还蛮动漫的。对，一本少女漫画的封面就这样就出来了，其实是蛮好看的，我觉得。
我觉得其实 Leonardo AI 它有一个很好的运用它的方法，我觉得我也很想尝试，就是比如说你直接用它做一本书，一本插画书，然后配上故事，你可以编写很多的故事，对。然后当然运用它的这个现在可以图片转影片的方法的话，你又可以甚至可以做出很多的会动的影片来说故事嘛。我们现在这个就是刚刚的数一数二，有没有？我们这个数一数二，已经进行很久的时间了。好，我们现在选的是 Dream Shaper 6里面的插画风格，我很喜欢。你看这多好看！你看，我们是同一个 prompt 哦，同一个 prompt 生了一台车，生了一个女人，然后生了一个豪宅，对，或者是游戏。然后呢，这个又是一个女孩。OK， 我们的宗旨其实就是要有一点荒唐，就是要有点荒谬。那我们来试试看桃李满天下好了。好，先把 negative prompt 关掉，然后一样我们来的是，其实我平常呢会用 general 来做第一张图哦，因为 general 它会给你一个蛮明确的，就是它这个 prompt 你大概最基本它的底色是什么，对，所以其实用 general 是一个很好的方法，作为我们的第一次生成。OK， 然后 let's go。然后呢，我们在同一个 prompt 的情况之下，一样是 general 的话，我们把这个 negative prompt 打开来。我们刚刚在这里面选了很多，我们到首页去，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其他人的创作嘛。然后有没有，比如说有没有哪个风格是可以考虑把它的一点元素，或者它没有的那个元素给弄进来？你懂我意思吗？什么叫它没有的元素？既然都没有了，是什么？那我们就要点开来看才知道啦。新的。OK， 我们来先看看这个出来了什么。哇哦，还记得我们的是什么指令吗？桃李满天下。我没看到桃，也没看到李，但是我看到了天下。确实很天下，有没有？仿佛看到了一个统治着全天下的男人，对，背后还有一只龙，然后这一个应该是龙神。桃李满天下是生很多孩子的意思吧？到处都有学生啦，不是到处都有小孩。我在说什么？桃李满天下是到处都有学生。对，好，这张图我是不知道跟到处都有学生有什么关系，但是它确实跟里面的天下这两个字，有点关系。这个就是又是一个中国风的女人，应该说就是古风吧，古风。古风捉影，古墓奇兵，古风。注意哦，我现在用的不是那个 Photo Real 模式，我现在用的是 Dream Shaper 6，这太酷了，对，这真的是挺神圣的。我觉得它这个关键字主要在于天下这两个字。后来的图片生成了什么？我们的注意哦，我们这个是没有。这一组图是没有加 negative prompt 的，你们后面一组有加了会怎样呢？好像真的是，我觉得正在帮我把这部风云这部风云给组装的里面的角色全部都给登场了，各个角色开始登场这样子，这个一看就法力无边呐，这个很有 feel。这是无码吗？我们现在还是在同一个模式哦，我们还在同一个 mode Dream Shaper 6。我们基本上我们所有的参数都是一样的，没有做调整啊。出来的图片完全不同。刚刚4张都是人物，这4张完全没有人物，这是为什么呢？我也很好奇。我知道它的一个答案是因为我们的 negative prompt 是不一样的，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这一组图的 negative prompt 是长这样，
我们的 negative prompt 就是我们不要有的指令，我们希望不要出现的东西。对，双耳、秃头、猫耳、动物耳朵、4个耳朵、脚 ，blah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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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lah， 这个是我们不要有的啊。就是这个 prompt 非常的长，可是你注意第一句 human skin color， 会不会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我们的图片里面没有人？我们只是在这个 prompt 上面动了一个手脚，就是来了一串很长的 prompt， 就跟我们刚刚一个很短的 prompt 来看，刚刚的 prompt 是长怎么样？刚刚的 prompt 长这样，对，我们看一下中文是什么？人物、动物，太多的阴影，非常暗的色调，整齐的线条，饱和的色彩。不要有整齐的线条，不要有饱和的色彩。这个还蛮奇怪的。结果它出来的。倒是还 OK， 所以不能说它的 negative prompt 很准确，但是可以确定的是 negative prompt 一定会影响到生出来的图片，所以就是可以多尝试咯。来，我们再来看看最后一个，我想要来试试 Dreamshaper 7的 3D 模式，然后还有它的 Creative， 再来一个Dynamic Love Dynamic Dream， 来我们看一下，又来，这是什么东西？好，我们现在用 3D 模式的最新的 Dreamshaper 7出来的是4个不明所以的神器，对，神器具的器，这可能是那个吧，可以看到未来的水晶球，可以看到远视，有没有？可以看到那个很远的地方在发生什么事情。这个也是，这个可以看到银河，有没有？器具上面，反正这个就一定很名贵啦。如果谁把这个东西做出来，就算它没有任何用处，你知道吗？它都可以卖很高的价钱。OK， 下一张桃李满天下 Creative 模式 Creative， 果然 Creative 就是不一样，总是给你意外的惊喜或惊吓。石岸边的桥，桃李满天下，这确实有点桃李色哈，有点桃红色，然后满天下嘛，这个岸有点渐的，整张画面都是满的。然后有天，对，也有天，这可以说是关键字有出现啦，蛮神奇的。然后我们看一下，你看它这边一幅画，这好像是变成是日本的画作了。日本日本してか日本してる大きくなってOK， 然后呢，我们现在要来看一下省吃俭用。没有，我们还没有试这个英文。OK，let's see， 这一定出来就不会是中国风了吧？我觉得。然后我要一个纯环境的，我还要再一个 3D 的。好，我不要戒指，然后我不要项链，不要水晶，也不要 diamond。我们试试看。What's that？ 这个非常准确了，这个就非常准确了。或许下次我们可以有一集来尝试一下，变个法子。换句话说，你知道有时候 AI prompt 就是换句话说的意思，就是你如何换句话说同样的一句话，它出来的结果可能就会有些微差。你看这学生看起来好老哦，这个感觉好像坐在那个法院大陪审团哦。这么认真的学生，还有一张黑白照。在我们的你看 environment 跟我刚刚说的一样，就是它在环境模式下呢，虽然我这个指令是桃李满天下很多的学生，可他把学生移掉了，他留下的是很多的课桌椅，一个教室的空景，这就是用环境模式的好处啦。
这里也不错。我们再来看看，如果换成了那个3D 模式，我告诉他不要再给我戒指啦，不要再给我耳环啦什么的了，那个项链啦，他现在给了我这些，这个很特别。对啊，这是 MM 巧克力吗？这个也蛮酷的。我们要去哪里生成一张如此不知所谓的图啊？对啊，但是它又可以蛮有意义的。好，我们加了一个截然不同的 negative prompt， 负面指令。哇，这个太逼真了，这个蛮酷的，我喜欢这个。非常科幻。好，我们找到了科幻图片的解锁新的科幻图片密码。很久很久以前，有一堆的纽扣，这些纽扣都长了一只一只的眼睛，它们可以看到东西，而商人们就拿它跟人脑结合，用它来达成远视。什么东西？监视器的功能。监视器的功能，这一双一双的眼睛，就像现在到处有些地方到处装满了监视器的那种感觉，被一双双的眼睛盯着，你是什么样的感觉？